你是不是也发现最近自己总是在凌晨3、4点钟莫名其妙地醒过来，醒来之后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越想越焦虑，完了，我又失眠了，明天上班没精神怎么办？我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毛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急着去医院挂号，吞安眠药，或者干脆拿起手机，无意识的一直滑，直到窗外天亮，整个人浑浑噩噩的。每次听到有人着急地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会笑着告诉他们，请先放下你的焦虑。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秘密，凌晨3点到5点的自然苏醒，真的不是失眠，也不是你生病了。从老祖宗的天道规律以及佛法的智慧来看，这其实是宇宙在温柔地敲你的门，代表着你的福报财库准备要开启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别急，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等我把这背后的底层逻辑讲透了，你就会明白这份凌晨的清醒是上天给你多么珍贵的礼物。为什么我会说凌晨3点到5点醒来是福报财库要开启了呢？古人把一天分成12个时辰，凌晨3点到5点叫做寅时。如果你去查古字，寅这个字在甲骨文里面就像是一个人双手恭敬地捧着东西，捧着什么呢？捧着天地即将苏醒的能量，准备迎接全新的一天。这是一个极为特别的转折点，是黑夜与白昼交接的关键时刻。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凌晨3点到5点不仅是一天的开始，更是破除无明清净心显现的关键时刻。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静坐，正是在这个清晨破晓之时，抬头看见天边的晨星，瞬间豁然大悟。这在佛教中叫做睹明星而悟道。这时候世间的喧嚣都在沉睡，天地间的磁场最为清净，没有白天的贪嗔痴慢疑等杂念干扰。当你的身体在这个时刻自然而然地醒来，其实代表着你内在的觉性正在苏醒。在佛法中，我们常说福慧双修，没有清净的智慧，就承载不了世间的财富与福报。此时你的心念正在跟宇宙的般若智慧产生共振，就像收音机调对了频道，你精准地接收到了宇宙发出的丰盛与觉醒的信号。可是这时候很多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一醒来，心里就开始烦躁，哎呀，怎么又醒了？烦死了！然后开始担心明天的工作，越想越害怕，怨天尤人。在佛法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万法唯心造。世间的一切境遇都是我们这颗心变现出来的。当你升起抱怨、焦虑的念头时，你的心念就处在一种极为低频的状态。这就像是老天爷本来捧着满满的福报，站在门外敲门，准备把丰收的能量送给你。结果你在门内一直抱怨，一直发脾气，这股强大的负能量砰的一声就把那扇即将打开的福报之门重重地关上了。以前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读了非常多的书，觉得自己学识渊博。有一天，他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禅师，想要讨教佛法的奥秘，但在老禅师讲话的时候，这位学者总是不断地打断，一直发表自己的高见，说自己看了什么经书，懂了什么大道理。老禅师见状，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拿起茶壶，开始为这位学者倒茶。茶杯很快就满了，但老禅师并没有停下来，茶水一直溢出来，流到了桌子上，甚至滴到了学者的衣服上。学者吓了一跳，赶紧大喊：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装不下了。老禅师这才放下茶壶，微笑着对他说：是啊，杯子已经满了，再怎么倒，水也进不去。你的心就像这个倒满水的茶杯，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偏见、焦虑和傲慢。
如果你不先把杯子里的水倒空，我又怎么能把佛法的智慧装进去呢？各位朋友，凌晨3点醒来的你，是不是也像这个满满的茶杯？你的脑海里塞满了对失眠的恐惧，对工作的抱怨，对未来的担忧。当宇宙的福报和灵感像甘露水一样倒下来的时候，你的心里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空间可以去接收。你的焦虑把你的心完全堵死了。所以，想要接住福报，第一步就是要把心里那些名为焦虑的脏水倒掉，让自己的心腾出空间。佛家常说，我们要耕耘自己的福田，这份在寅时苏醒的能量，就是上天赐给你的一块肥沃土壤。你不去种下感恩与平静的种子，反而任由焦虑的杂草丛生，甚至吞安眠药，硬生生地把自己的接收雷达给关掉，这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们来看看现代人的真实生活情境。曾经有位信众跟我诉苦，他说他只要凌晨3点一醒来，心里就莫名的发慌。为了让自己赶紧睡回去，他就拿起手机看新闻，滑短影音，结果荧幕的蓝光和杂乱的资讯让他越看越清醒，脑海里开始盘算着房贷还有多少没缴，孩子昨天的考试成绩不好，公司的主管又给了什么压力。这在佛教里叫做心猿意马，心像猴子一样乱跳，像野马一样狂奔。折腾到早上5、6点，好不容易勉强睡着了，闹钟却响了。白天去上班的时候，头痛欲裂，脾气暴躁，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得罪了客户，导致那阵子的运势越来越差，财运也跟着溜走。他很无助地问我，老师，我是不是生病了，还是运气真的这么衰？我轻轻摇头，告诉他，你没有生病，你只是把接福报的碗给反扣过来了。为了让他明白这个道理，我给他讲了另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姓沈的富商，生意做得非常大，但有一年他遇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几艘运货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沉了。从那之后，沈老板每天凌晨3点钟准时惊醒，全身冒冷汗，满脑子都是破产的恐惧，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身体也日渐消瘦。后来他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深山里拜访了一位老禅师。沈老板一见到禅师就跪下来痛哭，说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夜夜在寅时惊醒，生不如死。老禅师听完只是淡淡的说，既然你3点钟醒了睡不着，那从明天开始，你寅时一醒就来帮我扫寺庙的院子吧。沈老板很纳闷，但也不敢违抗。第二天凌晨3点，他准时拿起了扫把，走到漆黑的院子里，开始扫落叶。一开始，他心里还是充满怨气和恐惧，但是当扫把在青石板上发出沙沙沙的规律声响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那个万籁俱寂的清晨，没有白天的喧嚣，没有讨债的人，只有清凉的微风和扫把的声音。他扫着扫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脑海里那些纷乱的焦虑，不就跟满院子的落叶一样吗？风一吹就乱飞。但只要你静下心来，一扫把一扫把地去清理，总有扫干净的时候。他每天寅时起床扫地，看着天空从漆黑慢慢转为鱼肚白，看着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寺院里，他的心竟然奇迹般的平静了下来。半年后，沈老板不仅身体恢复了健康，头脑也变得无比清晰。他在那些清晨的宁静中想出了新的商业对策，最终度过了危机，生意甚至比以前做得更大。各位朋友，沈老板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凌晨3点的醒来，不是来索命的恶鬼，而是来帮你打扫心灵院子的钟声。在传统的佛教丛林道场里，有一句话叫做晨钟暮鼓。为什么出家人总是在凌晨3、4点钟起床？
开始做早课、打坐、诵经。因为历代的高僧大德都深知这个时辰是天地磁场最亲近、宇宙能量最强大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禅宗小公案，可以跟沈老板的故事互相印证。从前有一个小沙弥刚出家，他实在受不了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向老和尚抱怨：师父，天都还没亮，大家都在睡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早起受罪呢？外头寒风刺骨，大殿里又冷得像冰窖，我们不如多睡一会儿，养足精神，白天再念经不好吗？老和尚听了没有责备他，只是笑着从桌上拿出一只钵，也就是出家人化缘用的碗。老和尚对小沙弥说：孩子，凌晨的时分是天地宇宙在为众生倾倒甘露水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带着平静欢喜的心醒来，你的钵就是正着放的，甘露水自然会装得满满的。但如果你心生抱怨，烦躁不安，满脑子只想着温暖的被窝和自己的委屈，你的钵就被反扣过来了。天地的甘露水再多再丰盛，你也一滴都接不到。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体会把钵摆正的力量，我想再分享一个现代年轻人的真实案例。这是一位在科技业上班的工程师，30出头，每天面对着高压的专案和苛刻的主管。有一阵子，他陷入了严重的职业倦怠，每天凌晨3点多就会准时惊醒，伴随着心悸和胃痛。他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断重演白天主管骂他的画面，越想越气，越气越睡不着。他来找我的时候，黑眼圈深得像猫熊，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焦躁的怨气。我把老和尚与钵的故事讲给他听，并告诉他，既然醒了，既然不想面对工作，那就利用这段完全属于你的安静时光，去做你真正热爱的事吧。他听进去了。从那以后，他凌晨醒来不再翻来覆去骂老板，他轻手轻脚地起床，泡一杯热咖啡，打开自己的笔记型电脑，在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清晨，他开始写自己一直想写的程式码，开发一款他构思已久的实用小软体。几个月过去了，他告诉我，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更神奇的是，当他的软体上线后，意外获得了极大的回响，甚至有投资人主动联系他。现在他已经辞去了原本痛苦的工作，创办了自己的小工作室。他笑着对我说：老师，原来我每天凌晨3点醒来，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而是老天爷在提醒我，该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事业了。各位朋友，你手里拿着的那个钵，就是你的心量，就是你承载财富与福报的财库。当你半夜醒来，如果习惯用抱怨、滑手机，甚至吞安眠药来逃避这份苏醒，这就像是任性的把钵给反扣了。天地把最好的能量、最通透的灵感送给你，你却嫌它吵，亲手把它挡在门外。你想想，这有多么可惜呢？其实，很多人半夜醒来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在心里背负着一个不属于晚上的重担。关于这一点，佛陀曾经对弟子讲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在佛教里叫做木筏之喻。有一个女人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走着走着，她遇到了一条水流湍急、深不见底的大河。她必须过河，但是四处找不到桥，也没有船。于是她花了很大的力气，砍下树枝和藤蔓，亲手扎了一艘坚固的木筏。靠着这艘木筏，她在急流中奋力划桨，好不容易才平安地渡过了这条危险的大河，来到了对岸。上了岸之后，这个旅人心想，这艘木筏真的太有用了，如果没有它，我早就淹死在河里了。它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把它随便丢在岸边呢？万般不舍啊！万一前面又遇到河怎么办？于是这个旅人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他把那艘沉重无比的木筏吃力地扛在自己的肩膀上，继续他在陆地上的旅程。结果因为木筏实在太重了，他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肩膀被压得破皮流血，最后不但走不动，还把自己累倒在路边。佛陀讲完这个故事，问身边的弟子：你们觉得这个旅人的做法聪明吗？木筏的作用是用来渡河的，既然已经上了岸，如果在陆地上还背着船走，那不是太愚痴了吗？这个故事是不是像极了凌晨3点醒来的我们？你白天在公司里战战兢兢，为了处理老板交代的任务，为了算出这个月的房贷和开销，你必须要动脑筋，必须要防备，必须要紧张。那些精打细算，那些警戒心，就是你用来度过白天这条大河的木筏。可是当你晚上回到家，洗好澡，躺在那张柔软又安全的床上时，你其实已经上岸了。而你在凌晨3点醒来的那一刻，却像那个愚痴的旅人一样，又把那艘名为白天工作与焦虑的沉重木筏重新扛到了肩膀上。你躺在柔软的床上，心里却背着1000斤重的木筏，满脑子都是白天的恩怨和明天的烦恼。你怎么可能睡得安稳？你怎么可能接得住天地赐予的平静？宇宙在寅时把你唤醒，是为了给你时间去卸下重担，去呼吸纯净的能量，而不是让你在陆地上还扛着船赶路。学会像那个旅人一样，上了岸就把船放下，把白天的烦恼留在白天，该放下的时候就果断放下。讲到这里，你也许会问，老师，如果我心态调整好了，不再抱怨，把钵给摆正了，我是不是就一定能发大财，过得顺风顺水了？老天爷是最公平的，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些人看起来也是起早贪黑，拼命赚钱，但就是存不住钱，好不容易赚到了一笔，马上又会因为生病、意外或者投资失败，把钱全吐了出去。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就出在承载力。前面我们说到，老和尚手里拿着的那个钵，也就是你的财库。财库打开了，天地的甘露水流进来了。但如果你的这个钵底下是有破洞的呢？水灌得越多，漏得越快，永远都装不满。而决定这个钵有没有破洞，容量有多大的关键，就在于2个字：德行。佛教讲因果，也讲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德行要足够深厚，才能承载得起世间的物质与财富。如果一个人的心量狭小，自私自利，却突然拥有一大笔不属于他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这笔钱非但不会带来幸福，反而会变成压垮他的灾难。我们在社会新闻上常常看到，有些人中了巨额彩券，一夜暴富。他们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但因为德行和心智还没有修炼到可以承载那笔巨大财富的程度，结果短短几年内挥霍无度，投资被骗，甚至惹上官司，最后落得比中奖前还要穷困潦倒的结局。这就是典型的德不配位。相反地，那些真正白手起家、基业长青的企业家，往往都非常注重修心养性。他们赚到钱后，会大量的做公益，回馈社会，这就是在不断的拓宽他们生命的钵。那么，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钵，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戳破的？通常有3个最大的破洞。第一个破洞叫做嗔恨怨气。佛经上说，一念嗔心起，100万障门开。又说，火烧功德林。当你凌晨3点醒来，心里充满了愤怒。为什么我又睡不着？为什么老板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这股怨气就像一把无名火，瞬间就把你过去好不容易累积的福报和财气烧得干干净净。财神爷本来要进门，感受到你满身的戾气，吓得转身就走。第二个破洞叫做傲慢自大。
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包括自己的睡眠和命运，一睡不着就想用最强效的药物去控制身体。这其实是对因果和自然规律的一种傲慢。傲慢的人听不进别人的劝告，看不到身边的危机，福报自然会慢慢远离。第三个破洞叫做吝啬贪婪，这也是最常见的破洞。很多人抱怨自己财运不好，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太吝啬了，什么都不舍得给，处处计较小利。你要知道，财富就像流动的水，如果你把它死死堵在自己的小水坑里，它就会变成一滩发臭的死水。只有让它流动起来，去滋润别人，它才会源源不绝地流回到你身边。讲到这里，我想再深入跟大家聊聊频率这件事，也就是宇宙的同频共振法则。现代量子力学和我们佛教讲的道理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宇宙万物，包含你我的起心动念，都是一种能量的振动，都有它的频率。寅时是天地间磁场最纯净，收获能量最高频的时候，这股能量就像是一个发送着丰盛与慈悲的广播电台。当你在这个时候自然醒来，就代表你身体里的接收器已经对准了这个高频的频道。可是接收频道是一回事，你能听懂并留住这份能量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你的心里装满了刚才说的嗔恨、傲慢与吝啬，这些负面情绪的频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高频的财富能量想进来，却撞上了你低频的焦虑之墙，两者根本无法融合。这就像是你拿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就算调到了世界上最优美的交响乐频道，放出来的声音也全是刺耳的杂讯。你要做的不是去对抗那个清醒的身体，而是去安抚那颗焦躁的心，让自己的频率慢慢提升。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舍得。有大舍才有大得，不舍就不可能得。所以当凌晨3点宇宙的信号把你唤醒，告诉你福报财库要开的时候，请先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德行配得上即将到来的福报吗？我有没有努力去修补这3个破洞？在佛法里，修补破洞、扩大财库最好的方法就叫做修布施。布施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做的事，佛法讲的布施分为3种，任何人今天立刻就能开始。第一种是财布施，不一定是捐大笔的钱，买一杯热茶给辛苦的保全，随手把零钱投进超商的零钱箱，或者只是请沮丧的同事吃一块蛋糕，这都是在累积你的物质福报。第二种是法布施，法指的是智慧和善知识。当你学到了一个好观念，比如今天听懂了凌晨醒来是天地在赐福的道理，你把这个观念分享给身边同样焦虑的朋友，帮助他们解开心结，这就是功德无量的法布施。提到法布施与广结善缘，我不得不提起佛经里一个盲人点灯的故事。这个故事每一次读都会让我的心里充满温暖，这也是扩大我们心量与财库最核心的秘诀。在古印度的一个村庄里，有一条非常黑暗的小巷子，一到晚上就伸手不见五指，经常有路人因为看不见而在这里摔伤。有一天晚上，一个过路人走进这条漆黑的巷子，正心惊胆颤地摸黑前进时，突然看到前方有一点昏黄的灯光正缓缓地向他走来。等灯光走近了，他才惊讶地发现，提着灯笼的竟然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过路人觉得非常奇怪，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就忍不住问老人家：你明明眼睛看不见，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还要提着灯笼走路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盲人停下脚步，温和地回答说：因为这条巷子太黑了，我听说只要到了晚上，这里就经常有人摔倒。我虽然看不见，但我提着灯笼就可以给别人照亮前面的路。
让别人看清这条巷子，就不会摔跤了。过路人听了，心里不禁升起一股敬意，感叹道：原来您是为了别人着想，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没想到盲人却笑着摇了摇头，说：其实我也不完全是为了别人，我更是为了我自己。过路人愣住了，问：为您自己，这怎么说呢？盲人解释道：你想想，如果我不提着灯笼，在这条漆黑的巷子里，别人看不见路，是不是很容易就会撞到我？现在我提着灯笼，别人虽然是被我照亮了路，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我，就不会撞到我身上了。所以我点灯，既是照亮了别人，也是保护了自己。各位朋友，这就是宇宙间最深刻的因果法则，也是扩大福报最快的方法。当你用善念去照亮别人的时候，最终那道光一定会回照到你自己身上。你给出去的每一分善意，每一次法布施，看似是在帮助别人解开焦虑，实际上是在为你自己的财库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保护墙。真正的自私是最高级的利他。当你全心全意去成全别人的时候，宇宙就会来成全你。第三种，也是最了不起的一种，叫做无畏布施。意思是因为你的存在，让别人不再感到恐惧和害怕。当家人对未来感到焦虑时，你给予一个安定的拥抱；当朋友遭遇低谷时，你默默地陪伴倾听。你给出的每一份安心，都会在未来转化为保护你自己的强大能量。真正的智者在接收到宇宙的丰盛信号时，往往是最低调、最谦卑的，闷声积累，默默耕耘自己的福田，用善良、正直和这三种布施去把那个接福报的钵修补好、扩大。当你的德行修满了，财富与平静自然会如影随形。那么，当我们今晚或者明天凌晨3、4点再度醒来时，我们具体该怎么做，才能接住这份福报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不是要你遁入深山，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里。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今天晚上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当你半夜醒来，请跟着我这样做。第一个行动，禅修、调息、沉淀心神。醒来的第一个瞬间，千万不要看手机，也不要升起怎么又醒了的懊恼。你可以平躺在床上，或者轻轻坐起身。如果你觉得有些凉意，可以在肚子上盖一条薄毯，保护好自己。闭上眼睛，将舌头轻轻抵住上颚。这在佛教禅修的毗卢七支做法中，是为了收摄心神，防止口干散心。你可以把双手轻轻交叠，结成定印，放在下腹部，或者自然平放在身侧。开始做深呼吸。你可以尝试简单的数吸法，在心里默数，吸气的时候数4秒，感受肚子像气球一样慢慢隆起，憋气2秒钟，让能量在体内停留，然后缓缓吐气，数6秒，感受肚子慢慢瘪下去。在吸气的时候，想象诸佛菩萨温暖的金色光芒从你的头顶慢慢进入身体。吐气的时候，想象白天所有的疲惫、所有的负面情绪、病痛和烦恼都化作黑色的烟雾，从脚底排了出去。这种深长的呼吸在医学上能迅速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让你放松。在修行上，只要专注在呼吸上5到10分钟，你就是在跟清净的觉性接轨。第二个行动，清晨转念，接收灵感。当你的心透过呼吸静下来之后，试着在心里默默感恩，不要觉得这很抽象。你可以具体的对自己说：感恩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感恩我的肺腑在为我呼吸，感恩宇宙在此刻为我开启了福报的门，感恩我经历的所有挫折让我变得更坚强。
寅时是万籁俱寂的时候，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世俗的干扰。这个时候，你的直觉是最敏锐的，你可以思考未来的企划，或者把白天想不通的难题拿出来在脑海里过一遍。你会惊讶地发现，因为没有了焦虑的干扰，很多绝佳的灵感与解决困难的般若智慧都会在这个高频的时刻突然涌现。有些人甚至会在这时候突然明白某个人的苦衷，解开了多年的心结。第三个行动，放下执念，顺应自然与白天的渐行。很多人半夜醒来，最大的痛苦就是强迫自己睡回去，翻来覆去，越想睡越焦虑。其实佛法讲求不执着，你的身体自然醒了，说明他现在不需要睡眠，强迫他睡就是在违背自然。关于放下执念，顺应自然，我想跟大家分享佛陀教导弟子的一段公案。在佛陀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名叫20亿耳的年轻比丘，他出家前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公子哥，生活娇生惯养。出家后，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修行得非常刻苦。他每天不分昼夜的打坐经行，甚至走到双脚都磨破了流血，但他依然咬牙坚持。可是尽管他如此拼命，却始终无法开悟，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挫折和焦虑。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修行的慧根，甚至产生了退转的念头，想要还俗回家。佛陀知道了他的困境，便亲自来找他。佛陀知道20亿耳在出家前非常擅长弹琴，于是就用弹琴来引导他。佛陀问他：孩子，你在家的时候擅长弹琴，我问你，如果琴弦绷得太紧了，弹出来的声音会好听吗？20亿耳回答：世尊，如果琴弦绷得太紧，声音会非常刺耳，而且琴弦很容易就会断掉。佛陀又问：那么如果琴弦调得太松了呢？20亿耳说：如果太松了，琴就弹不出声音，根本无法演奏。佛陀微笑着点点头，温柔地对他说：修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把自己的身心绷得太紧，过度强求，就会像那根绷得太紧的琴弦，不仅无法开悟，还会让自己陷入焦躁和崩溃的边缘。但如果你太过懈怠，像松弛的琴弦一样，也无法产生智慧的共鸣。真正的修行是中道，是不紧不松，顺应当下的因缘，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觉知。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故事时，我立刻就想到了那些在凌晨3点醒来，拼命强迫自己入睡的人。你翻来覆去，脑子里不断给自己下达命令：我必须睡着，我再不睡，明天就完了。这个时候，你就是那根被绷到了极致的琴弦。你越是用力，你的神经就越紧绷，睡意就离你越远，最后只剩下崩溃。顺应自然，就是把那根绷紧的弦稍微调松一点，醒了就醒了，接纳这个事实。如果你深呼吸之后还是睡不着，不妨就温柔地对待自己，起床吧。你可以看一本好书，读一读佛法经文或圣贤的智慧语录，写写字，或者做一点轻柔的伸展。更重要的是，当清晨的平静结束，白天来临的时候，你必须去行动。佛法讲求因缘果报，天地宇宙给你的是肥沃的土壤和优良的种子，但要结出丰硕的果，你还必须加上自己在白天的行动。真正的修行是把你在清晨感受到的那份平静与丰盛延续到白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努力工作，善待他人，天道酬勤，宇宙的财富能量永远只会流向那些不仅心怀感恩，而且愿意脚踏实地去努力的人。各位朋友，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即将进入尾声。我们老祖宗和佛法留下来的智慧，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看透规律，离苦得乐。可惜的是，现代人生活节奏太快，
压力太大，反而把这些最珍贵的宝贝给弄丢了。遇到问题只会向外求，却忘了向内看。凌晨3点到5点的苏醒，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它背后蕴藏的是明心见性的无上大智慧。它在提醒你，你的觉性并没有沉睡，宇宙也没有忘记你。所以，当你下次在黑夜中睁开眼睛，请记得今天我们说过的这番话，不要再去抱怨，不要再去害怕，更不要急着用药物去压制它。请你温柔地拥抱那个在深夜里醒来的自己，深呼吸，感受这个特殊时刻的清净能量，在心里轻轻地告诉自己，这不是折磨，这是觉醒的呼唤。我的福报财库正在为我缓缓打开，带着这份觉知，用心去接收，用善行去把握，顺应天道，福报自来。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跟我一起完成一个微小的法布施。如果你愿意接引这份宇宙的丰盛与平静，请你在这支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写下这句祈福语：顺应因果，接引福报，愿众生皆得平静。文字是有能量的，起心动念皆是磁场。当我们1000人、10000人都在这里留下这句善言时，我们就能在这个空间里共同建立一个强大且温暖的正向磁场。你的每一次祝福，不仅是在为自己修补财库、扩大福报，也是在为那些同样在深夜里焦虑、失眠的陌生人点亮一盏指路的明灯。愿每一个在黑夜中醒来的你，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愿你的心量如同虚空般广大，愿你的福报如泉水般源源不绝。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为你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启发，恳请你动动手指，点击影片下方的订阅按钮，更邀请你把这支影片当作一份特别的早安问候，分享到你的社交群组里。这是一次最温暖、最便利的法布施，让善的种子能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恩你的聆听，我们下期影片再结善缘。